你就是霍元甲？霍元甲不在，我是他大哥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。你是谁？我是伊藤，当年和霍师傅比武的宫本，是我妹妹的丈夫。哼，想不到精武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哈哈哈哈哈！师伯，为了这块破匾，值得吗？博大精深，尔等匹夫怎能理解？怎么样？你这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出息，还是找到你的女人，私奔去吧。那现在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东亚病夫。你们。说够了吗？没说够，你没机会再说了，让我们中国人回答你。
你已经中毒了，我要看着你怎么死。真正中毒的是你们，霍元甲，你和精武门都会和你哥一个下场，你们中国人没有希望了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霍元甲今天倒下去了，还会有千万个霍元甲站起来。中国人是打不倒的。霍师傅，这回冯师傅给咱们国人争回了不少面子啊！但愿如此。霍师傅这话什么意思？其实冯前辈是带病病误。什么？宫本，不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。元甲，冯师傅没事吧？很难说，但他不能拖得太久。你身体有病，你少废话。陈真，冯师傅既然有病在身，为什么还要打下去？我不知道。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来呀！冯师傅，冯师傅，啊，不是，冯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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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宫本，陈真，陈真，陈真，这是公平的比武，不要冲动啊，陈真。陈真，元甲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他最后一招了吗？
这个霍元甲，霍商。师傅，我们赢了！霍元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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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元甲！霍师傅，恭喜啊！ 占了上风啊！宫本的武功功力刚劲，出手狠辣，看着变化不多，但招招致命。而陈会长的咏春拳则短桥窄马，寸发寸剑，变化多端，两人不分伯仲。哦，霍师傅，你说陈会长能不能取胜啊？现在很难说。陈会长年事已高，虽然功底深厚，但毕竟拳怕手壮，宫本在体力上更胜一筹。可是我觉得陈会长他肯定能取胜的。陈会长必胜！必胜！必胜！师傅，陈会长他支持不了多久，他打不过宫本，一旦被宫本抓住机会，以宫本的狠辣，他非死即伤。这还不好说，不过你的武学修为进步了不少。 师傅，陈会长好像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宫本已经熟悉了咏春拳的套路，如果再打下去，陈会长凶多吉少。既然你们胜负已分，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
下身。第一回合，赵家胜。爹，岳武，爹，稳扎稳打，拿下这局。放心吧，爹。郑南，爹，50招之内一定要拿下，看我的！赢！什么是正宗？看，看！哼，我才是密宗正宗，谁先来？好，既然当年我们3个为了这个正宗闹得不欢而散，哼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。哼，你跟当年一样平庸，不过倒是富态了。哼，要打过之后才知道。赵院长完事儿。你的武功比你儿子强不了多少。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桓帝，该你了。大师兄，多多指教。
霍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冤家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到底什么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皇帝不是你师傅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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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师傅是谁？师傅是谁有什么要紧？希望前辈不要再干涉霍赵两家比武了。元甲，你没有资格跟他说话。大师兄，赵师弟，这次比武就此作罢，日后比武还有机会，如何？这次赢的算你侥幸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走。是。爹，我们走。哼。元甲，你赢了啊！你赢了，赢了，元甲赢了！大师伯，承让。冤家，没事吧？冤家，没事。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小心一点。哼，原来你就会那么几招，早知如此，我那天就不该放过你。腿伤肯定没好，可是平地相斗，这破绽就露不出来。如果他的伤没好，你就必须死缠烂打，好过100-200招之后，他的伤就会复发了。你还要去哪里打？我跟你去。看来袁家是撑不住了。他断的是左臂。出腿的时候比出左腿，以右腿和右手保持平衡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，就在这里。哼，我看你怎么打赢我！
师父，师父，走开！我和他还没打完，还没有打完。你和我儿子已经2败俱伤，打成了平手。我向来比武，从无平手，除非对手求饶，否则一定有输赢。可惜的是，我从来没输过，不然你们也早见不到我了。你想怎样才算是分出输赢？对一个武者而言，输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死。那认输呢？认输只是一时一地，所以我才会来。只要是比武，总会有输赢，生或死。好，今天这一战，我替袁家认输了。我要听他说，你认输吗？冤家，冤家，走，快去拿金疮药！哎，快点！你儿子的武功，确实不是你教的，不过他倒是很适合做我的徒弟。可惜呀，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。你和袁家的比武到此为止，下一战我同你打。跟你打没意思，我喜欢跟你儿子打。他今天没输，我们没有打完。你这次下山，不就是为了打败我和赵师弟，好夺回掌门之位吗？你是前辈呀，纠缠一个孩子做什么？我本来也这么想，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儿子都想到了用木桩来加重我的伤势，换做你们2个老东西，绝对想不到。我打完了他，自然会找你们。3日之……什么？3日？袁家现在还昏迷不醒？3日？你放心，从他最后那招来看，他没什么大碍。反正3日之后，再镇败竹林，等到他来为止。哼！师兄，你非要打死我儿子不可吗？码头上每天都有去外地的船，我没有逼迫谁。几天不见，长进不小。大师伯，我们刚一交手，你就知道我的武功岂不更厉害？哼，是我功夫。脚打7分，手打3，彼此彼此。姓霍的不用霍家拳，南拳北腿，起落有字，回收有法，万法归宗。打赢你的拳就是好拳。好小子，死后愿意葬在何处？海的无边，天作恶，山登绝顶，我为峰。葬于何处，有何所谓？终于出密宗拳了。爹，你快去拦住他们吧！再打下去，袁家会死的。
谁都不准去！爹，认不认输？看来密宗拳你全会了，来，给我出最后3式！爹，比武有比武的规矩，一方未认输之前，他人不得插手。出最后3式吧！何苦招招夺命？我只能出最后3式了。只攻不防，绝杀！师傅，冤家，冤家，师傅，冤家没事吧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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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爹，不要爹，想不要？你们中国没有人了吗？大头，回去吧，免得送死。哼，你这畜生！畜生什么意思？他说你的身体很好。啊，你知道我是畜生就好。你们笑什么？你们中国人笑什么？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！爹，小心啊！爹，打他肋下，打！爹，打他肋条！你们能不能冷静一下？这样会扰乱二夫。爹，二师公，二师公，二师公，二叔，二师公。我冤家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，滚下擂台是什么滋味。哼哼。
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他是中国人的希望。下很新鲜的师傅，我觉得那个伊藤啊是一个很狡猾的对手，他先等到对方露出破绽，再一招制胜，不好对付。那个鲁尼呢？鲁尼他前面2个回合故意表现的是很差，到第3个回合人就像疯子一样，死缠烂打，很难对付。师傅，他们两边的比武我都看过了，那个伊藤我觉得很不简单，一些很平常的招式在他那儿都可以生出很多变化来。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，他一定有破绽。师傅，我觉得他每个选手呢都不太好对付，我们修炼不到家，什么破绽都看不出来。哎，要是陈真在就好了。哪吒，到时候你假装被打倒，他一定会跟过来。你用这个药迷住他的眼，只要他看不见，
你就会获胜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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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来呀，来呀！师傅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裁判，看实战，看实战！把手伸出来，面向观众。怎么样？没用，你没事吧？我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没用。冤家，你是你们国家的耻辱，我不管，我要你死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！都冷静，冷静一下！冷静，冷静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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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啊！我的眼睛很疼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开始炸呀！师傅，他有东西迷住了我的眼睛，那怎么办啊？师傅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这声啊，我就算看不见，师傅，我可以听，我可以听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师傅，师傅，裁判，师傅，那个别下拍，别下拍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这是什么鬼把戏？这也是科学，它叫做中国功夫。安静，别出声，裁判会制止他们。你把这小娃你懂什么？黄眉甲上！慢点，师傅。你杀了我哥哥！你哥哥是谁？欧文，你杀了我的亲人，我会让你的太太来偿命。师傅，好了。龙先生，我这不算违规吧？他好像不太冷静。霍师傅，请自重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开始。臭小子，你赢不了我的！晨晨，你还手！你为什么还手啊，晨晨？
我看他已经尽力了。陈真，你没有尽力，你起来打他！陈真，陈真，他已经尽力了，起来呀！陈真，陈真。王老板，这个静海人，我看是输定了。这个人一直在防守，并没有进攻，好像执意要输。可我看，他的功力远在他对手之上。虽然现在处于下风，但是步伐并没有乱。李兄啊，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王兄，我已经压下了重注，也不在乎你这点小钱儿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这可就难说了。这个陈真拳法很奇怪，出拳要3米，心要敏，随机应变；眼要敏是预察机宜，而手要敏是先发制人。这陈真都做到了，可怎么像一时之间打不出来似的？看来是诱敌深入啊。王老板，看你说的煞有介事，不知道的人呐，还当你是武学名家呢。李兄见怪了，恕我王某无礼。陈真，你还手，你打他！陈真，还手啊你！陈真！起来！你起来呀，陈真！打呀！陈真，起来打他！陈真！陈真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不是说不还手的吗？啊！你给我记住，中国人绝对不能叫中国人是病夫，你知道吗？陈真上！陈真，好样的！哦，哦，哎呦，几位老大，哎呀，没想到你们在这儿啊！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卢胆，明天不赔我们200两，我要你的狗命！喂，走，走，走！哼！什么？大安让你输给那个大个子，为什么呀？
咱们师徒三个吃他的住他的，本来我都答应他了，都是那大个子欺人太甚，我只好打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武侠经典解说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07年郑伊健主演的版本《霍元甲》第1到第5集。说起霍元甲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民族英雄，打败俄国大力士，名震荆门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成为大侠之前，他差点被当成病夫。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一代宗师霍元甲的起点到底有多虐心。故事从清朝末年的天津静海讲起。霍家跟赵家原本是同门师兄弟，却因为密宗权正宗的地位素来不和，两家各据小镇一头，开馆收徒，那是明争暗斗，谁也不服谁。而霍家四少爷霍元甲生来就不让人省心，不是因为调皮捣蛋，而是因为他从小身患哮喘，体格孱弱。亲生父亲霍恩帝在众人面前直接管他叫小病夫，还坚决不教他武功。换做别的孩子，可能也就认命了，老老实实当个药罐子。可霍元甲偏偏就是一个绝种，父亲不教，他就偷着学。家里白天练功的时候，他就躲在一旁偷偷看，一边喘一边偷学招式。这不是自虐，这是真的痴迷武术。第1集这头一上来就把霍元甲的处境交代得明明白白。他的存在在霍家几乎就是一个矛盾体。然而就在这种不被看好的环境里，他身边却有2个对他掏心掏肺的女人。一个是童养媳王云照，叫云姐，天天捧着药罐跟在元甲屁股后面。元甲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葫芦姐姐，听起来挺俏皮，但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不是一句玩笑。另一个是霍家世仇赵家的3小姐赵倩楠。这2家是死对头，可元甲跟倩楠偏偏是青梅竹马。2个人从小就在一块玩，背着2家长辈偷偷在房顶约会放风筝。一个是家里安排的童养媳，一个是仇家的心头肉。你说这3个人的感情线能不扎心吗？第1集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伏笔。元甲小时候在黄河边，因为劝阻哥哥们和赵家兄弟斗殴，不小心落水了，正好被大刀王五救了起来，2人还因此结下了师徒缘分。这段情节虽然短，但意味深长。要知道，大刀王五是晚清有名的爱国侠士，他的影响贯穿了霍元甲的一生。这里埋下的不光是一段救命之恩，更是一种家国情怀的种子。可以说，霍元甲后来之所以跟赵倩楠产生感情纠葛，这前5集就交代的非常细致。如果你以为这剧一上来就是霍元甲打架扬威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这5集真正的主线其实就2个字：成长。接下来的第2集，感情线继续推进。王云照跟赵倩楠约好在同一天去庙里为元甲求平安符。云姐先下手为强，抢了唯一一块秦长符，准备戴在元甲身上，而倩楠只能求一块和气符送给元甲。但偏偏云姐回房要给元甲戴上的时候，看到了元甲手心里紧紧攥着的，正是倩楠送的那块玉符。云姐看着那块玉符，眼眶一下就红了。这一幕没有台词，一个眼神就让你心揪起来。2个人，一个是责任与陪伴，一个是心动与真情。霍元甲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
编剧在这5集里反复用这种细节去铺垫他的性格。他并不是天生的大侠，他也有私心，也想逃避，但他最终被推着走向了宿命的擂台。再说到这一集新出场的一个重要人物刘振声，他是刘家镖局的小当家，从小跟袁甲玩到大，关系非常铁。这一回他从京城押镖回来，看望袁甲，还给他带来了维新变法的书籍和时局。这个角色别看目前只是个打酱油的，后面可是精武门的中坚力量。但同时，一个神秘的独臂老人也悄然来到了镇上。他在街上一个人暴打霍家跟赵家的徒弟，下手极狠，不分门派，全打。袁甲正给倩楠买鞋，也被误伤了。这时你才会发现，这个独臂老人的徒弟是谁呢？他身边跟着的那个年轻小伙，正是陈小春扮演的陈真。对，就是精武门那个陈真，但这时候他还只是个跟着师傅闯江湖的小跟班。霍恩第一看徒弟的伤势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来者不善。而袁甲买鞋受伤的事也穿帮了。霍母问他怎么受伤的，他说给云姐买鞋，可拿出来的那双比云姐的小脚大了好几圈。这下傻子都知道了，他是给赵家那个妖女买的。霍恩地气的摔了鞋，把所有人都支出去，只留自己跟袁甲在屋里。霍父一边给袁甲处理伤口，一边问出了那句憋了10几年的问题：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教你武功吗？第3集，这个问题的答案终于揭晓。霍恩弟说得很坦然，一是袁甲有病，练武不利；二是希望他不入武林恩怨，给霍家留一条后路。这句话信息量非常大。霍恩弟早就看透了这刀口上舔血的江湖，不想让小儿子再往里跳。他甚至直接点名，王云赵是你的原配，赵家是我们的对头，你自己要明白。说白了，就是在逼袁甲做抉择。但江湖并没有给袁甲慢慢想的时间。1年1度霍赵两家的比武大校就在这时候开始了。赵家的次子赵振北拿下第1场，霍家长子霍元武在第2场也占上风。眼看霍赵两家胜负未分，独臂老人又一次出现了。他把霍元武跟赵振南一起打落台下。赵生显、霍恩弟先后上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眼看霍恩弟就要栽在这个独臂老人手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台下飞了上来，接住了老人那一掌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人是谁？谁都没有想到，竟然是那个小病夫霍元甲。虽然功力远不如大师伯，但袁甲却能跟程天笑你来我往打上好几个回合。眼看打斗中倒下的石像压断了程天笑右腿，对方只好说改日再比。霍元甲侥幸赢了，但这一战也彻底把他的武功暴露在了父兄面前。霍家赢了正宗之争，上下一片欢腾。但霍恩弟却高兴不起来，霍元甲背着他偷学武功，甚至连师傅是谁都不肯说。他拿刀对着袁甲逼问师傅是谁，最后罚他在后院跪到天亮。云姐大半夜去给袁甲送饭，结果撞见了也来送饭的赵倩楠。倩楠正逼问袁甲会武的事，撞上云姐，赶紧跑了。
可王云照无意间低头一看，霍元甲刚才跪在地上写的那个字，只有一个字：欠。云姐愣在原地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双合脚的鞋？”这句台词真的比任何撕心裂肺都要令人心碎。第3集最后还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赵家早就给赵倩楠指腹为婚了。新郎是赵家的外甥龙海生，刚刚从东瀛学成归来，近日就要到静海。倩楠一听这事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到了第4集，这种紧张的气氛达到了第一个小高潮。程天笑跟霍家正式约战半个月后，霍母心里不安，暗中告诉元甲，如果程天笑伤好了，50招之内输了就认输；如果他伤还没好，就死缠烂打，把拖到伤发作。这段母亲对儿子的叮嘱，既有爱，又有权谋。但就在这场生死决斗之前，更重磅的炸弹来了。倩楠让小侍女带信给元甲，信里就一句话：跟我私奔。元甲看完信，先是一惊，然后陷入了剧烈的内心挣扎。信上的地点是河边，时间就是当夜。他去了，但去了不是为了私奔，而是劝倩楠回去。我不能走，我有云姐，我有跟大师伯约战。倩楠又哭又闹，元甲就站在那里，像一个铁疙瘩一样寸步不动。正在两个人在河边拉扯的时候，两家人突然赶到。赵家骂霍家勾引闺女，霍家骂赵家拐骗弟子。元甲跟倩楠站在场中央，两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一段处理得很干净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。镜头就这么停在两个人的脸上，欲言又止。一个是无法言说的真情，一个是撕不开的门第枷锁。第4集还有一条线也在疯狂推进。龙海升到了静海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。他在酒楼设宴款待赵生贤一家，倩楠故意出丑恶心这个未婚夫。可龙海生心里反而更欣赏他了，这人什么套路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但赵家兄弟不知道，这个表哥来静海不是送亲的，他真正的目标是吞掉霍赵两家的产业。3天后，程天笑闯到霍家，与元甲打起。元甲发现大师伯腿上的伤果然没好，心里有了底。他把程天笑引到梅花桩上，借着重力加重对方的伤势。元甲说：“3招之内我会赢你。”第1招故意输，第2招再故意输，第3招看清楚了对方的招式，一击制胜，但他自己也受了重伤，两个人双双倒下。比武结果是平手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元甲这一战是拿命在拼。程天笑约定3天后再战。第5集是前5集里最具转折性的一集。决战前夜，霍恩帝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。他以惩罚的名义把元甲叫到祠堂，关上门，说：“密宗拳最后3式必杀招，今晚必须让你学会。”于是霍恩帝在屋里一招一式的教，元甲含着泪学。这个场景里没有煽情的音乐，没有抱头痛哭，有的只是一个父亲
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全倒给了儿子。天刚亮，袁甲偷偷溜出家门，奔赴修改后的比武地点。而程天笑那边也在临战前打晕了陈真，独自赴会。他们选择的比武地点不是擂台，而是一片河边的芦苇荡。没人围观，没人知道。这一战的最终结果，你要知道，那就得等下期节目才能揭晓了。回顾一下前5集。如果你是一个急性子的观众，肯定会觉得节奏太慢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武侠文化的深度爱好者，你会发现，这5集最大的价值就是扎扎实实把霍元甲这个人是怎么炼成的讲透了。我们往往只记住了一个人成名后的高光时刻，比如他打败俄国大力士，比如他创立精武体操会。但那背后是一个病弱的少年，一次又一次承受失败、讥讽、误解，却从来没有放下过拳头的故事。这5集给观众留下的，不是一个青年侠客的潇洒出场，而是一个充满矛盾、痛苦又无处可逃的真实人生。霍元甲不想打，他从来都不想打，但命运把他推到了擂台上，推到了历史洪流的最前面。前5集的这个人，就注定了后面37集的羊。好了，这一期的霍元甲前5集解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。如果你还想接着听我讲元甲跟程天笑这场决战，或者是6到10集元甲第一次打擂台的故事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不要吝啬你的赞和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